好，我们看一下现在中美之间的大战哦，就你来我往的。本来呢，川普想要跟这个中方通电话，结果被中国大陆制裁之后，又立刻讲说，我们接下来中国跟香港寄过来美国的包裹，我们暂停就是接收哦。哇，这搞得现在空运大乱，包裹大乱。马上又法夹湾哦，他又宣布说，我们现在又继续来恢复接收中港寄往美国的邮件跟包裹了，这样的法夹湾怎么回事啊？美国邮政他们讲说，现在所有来自这个中国跟香港的邮件包裹，我们现在恢复继续接收跟递送啦。这样的一个大逆转哦，让大家觉得很错愕，因为本来就是很多人想说啊，糟了，就是寄到一半的，就是那怎么办呢？全部都卡在香港，香港那边也很头痛。昨天相关的讯息跟新闻报道非常的多，那其实川普是不是就是吓一下，就是说，我要针对 Shein 跟 Ting 这样子我要给你们一个排头吃一吃哦。那他们现在好可以继续收包裹，但是呢，我们要把你列到这个强迫劳动的黑名单上面啊，也就是他又出一个新招，就是要你中国大陆来跟他谈判的意思哦。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讲到了，他说两国元首其实在1月17号通话的时候，双方就中方其实已经阐明了原则立场，双方就展开互利合作，达成了原则共识哦。现在其实最不需要的就是单方面的加征关税，而是应该要好好来对话。但是美国总是喜欢就是在对话之间，我还要这个插好几手，说我一下要制裁你什么，我一下又要管你什么的，就是总是要这样子，好像两面操作的方式。那中国大陆当然也予以回击啦，这一次也是往痛点打哦。昨天我们看到消息是说，要针对 Google 展开这个反垄断的一个调查，还不止如此，瞄准了4家企业，感觉上面都是这个非常有名的企业 ，Google 之外还有辉达、Intel， 还有一家是什么呢？是苹果。苹果的 App Store 现在也被列为说反垄断调查的目标，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次的反手就针对了你的龙头4家科技的产业。来进行反垄断调查。那川普也予以回应啊，就说没有关系的 ，It's fine。他说我们在应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做的是很好的，不着急与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本来着急的也是他，本来就说24小时之内要通话，现在发现中国好像不是很理他这一套哦。那再来日本这边有一些动作我记得在年前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讲日产跟本田本来要合作变成世界第3大的这样的一个汽车厂嘛，要来跟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一较高下，结果现在自己搞破局了。他们现在呢，就日产否决了本田的收购提议世纪合并计划恐怕要破局了。哇，那你们自己都这个本身内部乱，你们怎么去对抗中国大陆现在那么多这种性价比这么高的品牌呢？所以我们就看到本田的股价收盘是大涨，然后反倒是日产重挫。日本读卖的消息，他们讲说现在几乎不可能满足2家公司股东都能够接受的条件，看起来肯定是破局了。但是呢，对比日产跟本田，丰田好像比较聪明一点，它本来就已经是这个第1大的这个品牌了，它现在决定要进军到上海去来盖这个在上海的金山区独资成立 Lexus 的纯电动车以及电池的开发研发公司等于说呼应了现在目前这个中国大陆积极在推动这个电动车市场，它就积极用加入的方式，现在看起来好像日本的这个电动汽车厂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我想像Shein还有 Temu 这2个电商的平台，那基本上现在不只是在美国这个红得发紫，在欧洲也是一样，台湾也是都在买Shein，都是一样。那他现在在美国为什么会得到注意呢？就是美国其他的销售管道觉得突然有一个像Shein、像 Temu 的这样子电商打到美国的这个市场里面去他们备受压力，因为事实上它的这个Shein的现在市值有人说600亿美元了，它成长非常的快。那它整个的生产基地在广东，它有一个Shein村，有5000家工厂，
它就是非常的快，然后它有专业的设计配合那个生产线哈，以及这个低廉的价格、平价的价格啊，生产出又便宜又时髦的时装。对，这是它的成功之道。所以那些西方国家现在搞出来了，包括欧洲、包括美国，都在说你那个工厂有问题。他前两天这个美国之音还有报道说，他们去查了那些工厂，他们的那个工厂访问了一些工作人员，他说你们1个月工作几天？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他说如果有31天的话，我希望能够工作31天。也就是说，大家为了赚钱可是这就被这些被这些西方国家抓到怎么样？抓到了一个把柄，他就认为中国大陆这些是违反劳动法规的，它完全是一种什么样？又回过头来又有怎么样？强迫劳动、血汗工厂这些问题了那不管这些西方国家怎么报道是真是假。那不过现在的西印，它的整个服装这个一条边的这个从销售到制作设计，哇，完全一整一条边的，事实上让很多这些西方国家的这些成衣的产业链受到非常大的攻击，非常大压力，所以他们现在我认为迟早会找西印下手，然后呢，他都要找个借口对不对？他做不到这个西印的这个性价比，他就要把用其他的方式把西印挤出他的市场。那 Temu 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虽然美国 USPS 他这个出尔反尔，他就是说一下就改过来了，因为我看了很多当地报道，就是说它造成一片混乱，就是说其实应该是美国本地的消费者还有这些中间商他的很多抱怨。你这个事前没有做任何的怎么讲警告，或者说事前的通知，你就断然就让我的东西拿不到，对，那这对很多消费者或很多甚至中间商来讲，他的利益受到很多损害，所以 USPS 立刻他就改了。那这个我认为只是一个在处理上他们的一个技巧问题，可是大的方针以今天美国还有不管是欧洲来讲，他只要他的整个的这个自己的产业受到了外来产业的挑战以后他就会想出这些外招，说你什么血汗工厂，说什么强迫劳动就给你挂一个帽子，他要他这种就是说不公平的跟你竞争，他打不过你，他就怎么样用其他的黑招来把你黑掉，然后呢把你的市场通路给你关掉。我真忍不住要说，这个西印真的太方便了。我的衣服、鞋子、包包全部都是从西印这边买的，最时髦的。而且最主要是它退货很方便，比淘宝还好用。你就随便就是不喜欢的就包一包，它马上就收回去，也不另外收你运费。你知道它最厉害的，它的设计师都是第一流的。它的所有的服装放到设计师最好的设计师。对，所以大家看了就喜欢。所以这就是它的这个破坏性的这个影响到了这个市场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美国这个小包裹进口免税其实很早之前就开始，大概是1930年代，因为它当初是为了美国海外观光寄回美国纪念品 souvenir， 那当然就免税。所以当时的最高的价格是设定大概在2次大战之后设定是$200，然后之后呢，到了80年代就90年代慢慢提高到$800，所以$800的包裹进入美国是免税。但是现在开始电子商务出来了，以前就基本上大概都是观光客或者是怎么样的有一些商务，但是呢，现在电子商务不得了，刚才提到的好几个单位那现在我们看中国大陆这边，那就不得了。电子商务在去年进出口来到了大概有2023年的10.8% 的成长，那这个没什么感觉，对不对？总共多少钱？总共来到了2.63万亿人民币。电子商务800以下的，就是你所讲到那几个品牌的，加起来2.63万亿，就2.63兆人民币。那是占整个去年中国大陆进出口的6%，这个不小对，这个不小，赚了蛮多的钱的，
很多小商家也就这样赚钱。但现在你看到的就是他们要把 USPS 就是我们叫 Postal Service， 就是所谓的邮政，美国的邮政。我就从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有人还在用邮政寄东西吗？有啦，台湾也有，美国也有，但美国这样子，我们刚刚讲的800块以下的这种电子商务的邮政寄的占比重是多少？10%。所以这个为什么他这样子定，然后呢，马上几个小时，又撤回，那就你占了10%，你等于是自己砍你自己手脚。那其他像是 UPS， 像是顺丰才是大宗，才是大宗。因此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还有原因什么呢 ？Amazon 有很多，其实有一些人是透过邮政。那 Amazon 老板是谁？贝里斯是川普的大金主啊。贝佐斯他怎么可以容许这样子的损失呢？尤其这个钱让别的这个平台去赚，那别的平台用 UPS 啊，用顺丰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这里面其实真正的这个问题是，他怎么会这么天才的就这样子一个决定？一个只有10%的这么说，所以他觉得说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定下来之后，别的会跟进，怎么可能？可是呢，现在中国大陆很多小商家就被告知，可能要必须增加服务费，也就是在运送的过程当中的服务费会加到最高可能到25%，也就运费可能会加到25%。那25%他会自己吸收吗？25%还是美国这个消费者要付啊？对，所以我是觉得将来这些电子商务的价格会略微提高，也说不一定所以这你就看到，就是表现出美国这一次川普他的这些作为真的是霸道胁迫，但是呢，方向还是有一点乱，而且雷大雨小，这是由这一次的这个就是电子商务美国的邮政的这个改变，我们看到的现象。好，来请教将军。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这种交锋它就是聚焦在关税，就是关税。但是问题就是说，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美国是认为自己受害者，因为美国在去年2024年被对中国大陆贸易逆差，它被中国大陆享受的是贸易顺差3600亿美元，那么多。他说你赚太多了，你中国大陆赚我太多钱了。中国大陆认为我是便宜卖给你，你不买我东西，你东西都很贵因为同样的东西买美国一样，那你再卖中国大陆的东西可以买3样。中国大陆就是便宜，它制造业比较强嘛。美国的 GDP， 它的制造业只占到19.8%，5分之一而已。你这营建业也好，电脑、汽车、石油、天然气都算制造业，占19.8%而已，不到20%。你看看，换句话说，美国制造业萎缩了嘛？当然，所以美国是变成全世界最大的进口国。你看，它在2024年对全世界的贸易赤字，美国就是1万亿美元贸易赤字。那它当然对这个贸易赤字比较多的墨西哥、加拿大跟中国大陆来下手啊。对这个墨西哥跟加拿大提高关税到25%，提高25%，但中国大陆比较好一点，提高10%。10%，但对中国大陆，他认为提高10%也很高啊，是这个样啊。所以问题就卡在美国的制造业太薄弱了。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做下来，美国的农业美国农业只占它 GDP 的产值只占1%，所以美国农业没有办法反转，因为它占的它的权值太小了，只有1%，所以农业没办法改变结构，所以是锁到制造业。所以美国的制造业要从美国的这个工会组织、美国的人力成本要来从这上面来看，要不然美国出产的这些产品永远都是贵，永远都没办法外销，又只好买外面的。不买外面的，中国大陆说中国大陆东西不卖，美国不买的话，那这样子美国变成输入性膨胀了，通货膨胀就来了。为什么？东西都贵了，为了能够不要造成通货膨胀，就要维持强势货币。一强势货币，你就美国利率要提高。美国利率提高之后，美国人不太存钱的，没有像东方人很喜欢存钱，银行存钱，邮局去存钱。美国不太美国这个饮食卯粮的这样花钱的你利率提高，这些人怎么过？尤其中国大陆认为卖廉价的物品到美国去，美国享受了美国80%的中阶层跟下阶层都享受这个那么多的廉价的商品，你还不够吗？你还要加我的税吗？所以变成两个之间是有认知误差，都认为美国认为中国大陆赚太多了，美国是受害者。中国大陆要卖你这些那么
这个廉价的产品，你还加我那么多的税，我帮你造福，帮你减缓你的通货膨胀，你还加我税，你是不对的。所以双方的这个认知这种误差太大，所以到现在为止，川普我认为他的这个态度姿态有稍微放软的趋势。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川普抛出震撼弹哦，真的是让大家吓傻了。然后人家形容说，这难道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吗？因为他连加萨都要啊，不止格陵兰，不止这个加拿大，不只是巴拿马运河哦，他现在要加萨做成这种中东的蔚蓝海岸，而且是由美国来打造哦。哇，他说要变成一个国际化的中东蔚蓝海岸哦，然后让大家变得很适合居住在这边，很享受。这是谁的主意啊？人家讲说可能是来自于川普的大女婿哦，库许纳，因为他去年2月有抛出把加萨改造的构想。那例子就是像是这个佛州迈阿密海滩海景第一排啊，所以《华尔街日报》就讲说，这展露出来房地产商人的本色，所以在他眼中看到的都是钱，就是怎么样可以创造更多的钱啊。那你看看这样的一个讲法，卢比欧出来缓颊，就说没有啦，只是说暂时安顿可以让加萨再度美丽哦。那它不是一个敌意行动，出来美化了一下，但骨子里是什么呢？还是钱。所以呢，这个讲法当然被大家给就是吓傻了，盟友们都一致的反对啊。那还有甚至呢，就是中俄也是认为说，这还是要2国方案为基础才能够真正解决中东问题吧？你怎么天外飞来一笔呢？就是怎么突然变成美国扮演一个角色，要把加萨给接收呢？那沙国呢还讲说，坚持这个巴勒斯坦不建国就不跟以色列建交哦。那如果难民涌入到约旦，约旦讲说，一旦以色列强行开放边境，那就约旦不惜要攻打以色列，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现在整个中东也被川普搞得一阵混乱。那他不只是搞乱了加萨这一个区块哦，他甚至连伊朗他也开始喊话咯。他说，如果我被暗杀的话哦，伊朗将会被彻底毁灭啊。那伊朗其实他们也有讲，他说不寻求发展核武器哦。那川普恢复最大施压的政策一定会以失败告终，所以看起来伊朗现在也是在对抗川普啊，他呼吁 OPEC 团结来对抗美国制裁跟威胁，支持统一的金砖国家货币计划。所以伊朗这边看起来也是不太平静。那美国自己本身也很乱，因为川普现在大刀挥向了 CIA， 就是说 CIA 大概有22000名的员工就是被提出了优离计划，就说如果愿意卷铺盖走人的话，可以领到8个月的遣散费，相关的福利呢会持续到9月30。那内容就跟其他这种联邦雇员自愿请辞职的这种内容是一样的啦。那主要就是因为他可能对 CIA 之前就觉得他这个有点不太满意所以就是开始要对 CIA 做一些整顿。那接下来他说，包含了像是打击贩毒集团、贸易战跟削弱中国这个工作也都会持续进行当中。那更让大家震惊的是，狗狗部就是效率部马斯克领军的这个政府效率部，人家讲说竟然是6位年轻人搞乱了全美国，他们的最年轻成员才19岁这个6个人大概是介于19到25岁的年轻科技精英他们都没有政府的工作相关经验，其中3人还没有完成大学的学业，但感觉上面好像都是一些什么天才型的角色，就被纳入到了狗狗部。那他讲说我们成员每周工作120个小时我们的官僚对手还在乐观的依循每周工作40小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输得那么快的原因那就被评论说，果然是马斯克的眼光现在处于精力脑力都巅峰期的理科这种男性理工科男性那有办法就是喝一杯咖啡就快速进入疯狂工作的状态，所以看起来这个狗狗部真的很疯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对，其实就是说川普为什么要把加萨清空，然后呢讲了一大堆很美丽的未来的图景其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他还是要靠这些话术来包装，因为它的本质是一个种族清洗啊，它是帮助以色列建国，帮以色列清除以色列所觊觎的这块加萨走廊这块土地。那事实上这都完全违反了联合国多次的相关以巴问题的一个决议案。那联合国是决定两国论的。那你加萨走廊是属于巴勒斯坦人的，你把巴勒斯坦人都赶走了，那巴勒斯坦人还建什么国？对不对？所以这个基本上让我看到很多欧洲的学者还有政治人物说完全不可思议，这是完全推翻了以国际社会对以巴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明确主张，数十年来的主张，那是更是怎么讲呢？釜底抽薪，要把人都赶走，不能建国还一回事，把人通通赶走。那我觉得这基本上这个是完全符合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的鹰派政治人物跟鹰派社会里面的鹰派的建国就是要怎么讲，就是铁跟血，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非以色列赶出以色列，那这个领土就是加萨走廊就是属于以色列的，而且现在他们已经快达到目的了嘛。那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个就变成这就是内塔尼亚胡说的川普，他说川普是所有白宫主人以来里面对以色列最好的。那基本上以色列要什么？这一次不是说给以色列，而是帮以色列去拿到以色列想要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你看他在讲话的时候，那个内塔尼亚胡靠笑的那个嘴都有一点都掩饰不住了那他说这个川普是世人所未见言人所未敢之言之事那其实川普是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对未来的中东情势投下一个非常非常重磅的一个炸弹。那怎么发展不晓得。那如果美国真的要去接收加萨的话，我觉得这个他跟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回教国家、阿拉伯国家关系可能会面临一个新的一个震荡期不是那么简单的。另外就是说，川普有多敢做，人家就会讲说，连 CIA 你都敢动。然后 CIA 是在暗处的其他人都在明处。这个人家说这个说你要去跟躲在暗处的人这样子去斗争的话，那你要10个胆子。那现在真的这个马斯克还有这个川普就拿 CIA 动手。你要知道 CIA 他们已经指责 CIA， 他说这美国的深层政府里面 CIA 就是其中一份子，一点没错， CIA 无所不在。你今天这个 USAID 被裁了以后，发觉很多计划是 CIA 的计划。所以呢 CIA 不只是在美国啦，境外美国国内，他对美国国内政治的涉入也非常的深。所以这场斗争现在看起来好像6个天才儿童跟着 CIA 斗。那我觉得这场好戏真的是才刚开始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好，请教杨老师。川普建议清空加萨，其实这个在2个礼拜前他就这么讲了。他这一次见了内塔尼亚胡又这么说，而且他更进一步的说，他不排除派遣美军让加萨变成蔚蓝海岸。这就是种族清洗，现在在加萨还有180万到230万的巴勒斯坦人，经过了整个从去年10月到现在的大屠杀，死了将近4万7千人，其中有2万名是儿童，15岁以下。这整个种族灭绝的违反人道罪还没有去追溯内塔尼亚胡跟以色列，川普现在变本加厉，要让所有的这些巴勒斯坦人离开，这根本不可行，也不可能。不是我说，巴勒斯坦、阿拉伯、西方，只要是非以色列、非犹太背景的人，都说不可能。第一个，他们会离开吗？第二个，这些国家会接受吗？第三个，真的这么做，全世界、全国际社会如何自处，让你美国的帝国能够去进行种族灭绝跟清洗，一次再一次？
以色列不够，还美军去，这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什么东西？各位，2020年4月23号，川普曾经说过一句话，那个时候新冠疫情的时候，大家可以喝那个消毒水来去杀死病毒啊。所以这什么意思？就这个人胡言乱语已经到这种地步，他第2任回来还不到2个礼拜，他又在那边胡言乱语，他觉得有可能吗？马上美国的政治人物通通反弹，马上他自己的国务卿、他的发言人们说啊，没有这回事，我没有说派兵啊。我觉得这个 Rubio 会做官啊，果然他是做过参议员的。你看，他说啊，是非常慷慨的提案，而并非敌意行动。这样子帮他找下台阶，这个自己不可能会推动的，但他居然都讲得出来，在他就任之后的2个礼拜，狂妄自大到难以想象，喝消毒水，对不对？所以就表示什么东西？其实这么多国家跟他的政治人物，他自己的官员都反对，就表示说他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啦。那我觉得这里面显现出川普政府他个人是绝对的亲以色列、亲犹太人，这会造成什么影响冲击？穆斯林国家跟全球南方国家当然越来越了解，整个从加萨战争到现在，川普讲这个清空加萨，他们对美国会越来越反感，没有忌讳的在讲种族清洗，你还是做过老大的呢。我讲他做过老大，因为他现在不做老大。他都要清洗加萨地区，不可思议，多喝点消毒水。好，来问将军。只要是川普在任呢，巴勒斯坦人想要建国这方面的可能性不高，机会渺茫。因为在阿拉法特担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的时候，他任期很久啊，他当了35年哦，从1969年当到2004年，他到最后被人家下毒，阿拉法特被人家暗杀，下毒了啦，下毒他就那个身体状况健康每况愈下就走了。那阿拉法特讲了，巴勒斯坦要先建国再收复失土，但是所有的人他的所有的幕僚说要先收复失土再建国，结果土地一块一块被以色列占掉吃掉，现在剩下最后面的约旦河西岸跟加萨走廊就是2个小块。怎么建国？2个小块还是飞地分开的，就算是约旦河西岸也是分开的，都被以色列做切割。这个国家要去建国，微乎其微，机会非常渺茫。所以当初的阿拉法特看得非常的精准，赶快先建国，再去看想办法去收复他的失土。结果群情反对，就阿拉法特，他认为阿拉法特是我们讲到的是鸽派。是要向以色列这个屈称臣，变成这个状况。结果黄鹤已去，现在想要让巴勒斯坦人建国，真的是非常的渺茫。而且我们知道，美国不会挺巴勒斯坦，美国绝对是挺以色列的。你要想到这一个，那美国会帮助巴勒斯坦建国吗？那这种机会是非常渺茫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想要让巴勒斯坦建国，不管是在加萨或约旦河西岸。这个我认为客观条件是不存在的，尤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它是一直占据、享受、拥有主导的地位。其他的不管是俄罗斯也好、中国大陆也好、法国也好，或者英国也好，他们只能站在一个我们讲的配角的角色，没有办法达成关键性的影响力，是没有办法。那以色列又是中东的强国，他在中东地区，以色列的军力是所向无敌，所以也没人敢跟他做挑衅，包含伊朗在内，所以没有办法。那大家军事上是没有办法的。那在国际的外交的舞台上，大家也拿以色列没有办法。所以巴勒斯坦想要建国，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先来看伊朗的这个核设施，伊朗的核武，我认为它已经接近于开发要完成，因为它提炼的这个铀的浓度已经到了85%，距离做核武的90%只是一步之遥。他干嘛要放弃？他一定会做。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翟军好，各位朋友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关注一下哦，这个台美的关系是不是有变化了呢？因为突然之间哦，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罗森伯格，突然变成了前主席，在官网上面已经把他列到了前主席的位置了，而且他的任期写2023到2025，他的这个 AIT 主席的官方 X 账号也已经移除了他的头像跟名称哦，这是什么样的情况？被解雇吗？那后来中央社也去询问了这个美国国务院以及 AIT 执行理事蓝英哦，但是并没有回复他。那美国的官员过去曾经有讲过说不会回应任何人事异动的消息啊，所以看起来罗森伯格也改朝换代了，现在已经不是这个 AIT 这个在台协会的主席了嘛。那赖清德是对我们就是讲说，他在中常会的时候提到啊，台湾跟美国有充分的沟通管道，行政院也有组成专案小组来讨论美国关税相关的措施。他说政府有掌握国际情势，也会进行评估。怎么样的评估呢？他就释放出来说，接下来要多投资美国，要买天然气啊。他提到说，我们接下来就是因为美国希望我们多买点这个天然气跟原油嘛，所以政府也会提出相应的做法，对美国表达善意哦。所以我们不只要买军武，然后买天然气、买原油，我们就要当一个就是买更多的一个买家哦。那例如是不是可以去阿拉斯加投资啊，或者是直接采购阿拉斯加的原油跟天然气哦？这就是我们对美国或者对川普表达这个善意的方式哦。那另外我看一下这个中美沪港军事方面的消息，大陆首艘的07627攻击舰四川舰哦，最近又曝光了他们的舰徽，那可以清楚看到甲板上以及空中有多架的攻击11无人机。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四川舰未来会正式入列中国大陆的就是海军的行列。那它主要定位就是无人机2栖航母，同时也代表着这个攻击11上舰之后，会成为世界上唯一舰载非翼式无人机的这种攻击机哦。那再来，这个北京最近不是被拍到说是不是有这个超大的地下碉堡嘛？那据说呢，还比五角大厦的规模大了10倍。CIA 就讲说，这个地下的军事指挥的设施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会大幅提升中国大陆在战时的一些指挥调度，而且可能还会涵盖常规的战争哦，甚至跟这个中国大陆日益增强的核战备是有关联的。那美国方面呢，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军事动作？来看看他们这个海军陆战队发布最新2025的航空计划，他们打算要调整，就是采买更多 F-35的这种比例哦，选择要买更多的这个舰载型来取代这种短场起降的垂直起降的一些战机，就是少买了73架的 F-35B 要另外采购。那但是呢，美日澳的 F-35现在是齐聚到关岛，他们进行了一个北方对抗25的联合演训。他说，这种高强度的空中作战演训是要强化盟邦之间的联战能力，还有作业的互通性啊。但是 F-35竟然又传出一个就是这种奇怪的消息啊，就是说有2架美国的这个美军 F-35战机紧急降落在日本的松山机场哦。那原因是因为他们通报说燃料枯竭，所以要求紧急降落。那后来呢，这个跑道就是在他们降落之后，也这个机场恢复了正常的运作。但是原因到底如何，大家也挺关注的啊。现在目前还没有后续的最新消息。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菲律宾这边的确现在看起来烟硝味挺浓的。美菲的轰炸机就是美军的 B1 战略轰炸机，还有菲律宾的 FA-50轻型的这种攻击机呢，他们组成了空中编队，在4号的时候，在南海地区执行了空中联演，还飞越了黄岩岛的上空。那解放军呢，也给予一些回应他们就在菲律宾的巴西兰海峡这边也来进行一些相对应的一种南海演习，这是对于菲国的示威的一个回应啊。那菲律宾就讲说，你怎么可以穿过我的内水呢？那他们讲说，这连续2天就是中国大陆跟这个美菲之间好像在海空都有出现一些对峙。那在海上方面的话，解放军的军舰包含了055型的飞弹驱逐舰，还有054A 型的飞弹
巡防舰903型的综合补给舰哦，都有这个穿越的行动哦，所以让这个菲律宾觉得挺紧张的。但是呢，这个起因于前2天不是菲律宾在控诉说中国大陆有这个间谍吗？结果中国大陆他们就发声哦，就说这是一个抹黑，因为他们讲说郑元清啊，他说菲方指控他是一个军校的技术专家，那大陆方面就讲说不是啊，人家是炼油专业的一个毕业生哦。但是呢，菲律宾现在已经铁了心要站在美国这一边哦，所以小马可仕跟这一个杜特地家族哦，就是马可仕家族、杜特地家族，现在已经演变成说2大政治家族的殊死之斗啊！现在他们要弹劾这个副总统这个沙拉杜特地嘛，那接下来是不是会使得这个沙拉杜特地的政治生命受到影响呢？没有办法再延续他政治这一条路，所以杜特地也挺生气的，就说，怎么会是这样子的政治迫害呢？那看起来这个就像是一个中美角力的缩影啊。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罗森伯格事实上他是历任 AIT 主席里面他是最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他大概唯一的这个他的一个比较可以谈出来，他就是做过当时这个 Blinken 在做这个副国务卿的时候他是他的办公室主任。那他一直都是从幕僚的角色，所以真的要跟以前的，比如说这些这些博瑞光还有这些很多他的前任的这些 AIT 主席起来他的真的是算是最名不见经传的。那完全是靠关系拿到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事实上也不是一个正式的官员，过去都是在美国国务院里面做过很多这些有关相关中国事务的重要职位的退休的官员去做的。那罗森伯格完全没有这个背景，那真的在美国的外交界来讲的话，他算是一个怎么讲呢？地位很低的，所以这个现在他的老板下台了，也就是 Blinken 下台了，那他这个位置一定是被拿掉的。虽然这个 AIT 方面也不愿意来证实，可是我查了一下，像这个 Wikipedia 上面有跟罗森伯格的这个介绍它很短，因为他的资历实在是不是很多，所以里面已经明白讲了，他已经下任了。他不是在做的。那将来就是说，对川普来讲的话，他一定要把这个位置拿来做酬庸的。因为这个位置基本上也是这个很多时候就是说，美国的总统的当选人，他来做对他选举时候有贡献的一些人来做这个酬庸的位置。那过去 AIT 主席曾经有一个律师，那名字我都不记得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被当酬庸的。那这位老兄更是怎么讲呢？他完全不是外交背景的出身。那这个。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部门跟他打交道的时候，真的很头痛，很头痛。当然，罗森伯格这个短短的4年期间那他只能说是称职而已。不过他的位置本来就不重要，非常不重要。所以我们常常就把罗森伯格到台湾当作好像美国的监军一样，把他捧那么高我觉得实在是搞不清楚这个我们有一点贬低自己，太抬高美国了。所以我希望赖清德政府的话，他基本上他要有点自尊不要老是把这个 AIT 当作一个什么太上机构一样。他在美国连公务机构都不是，人民团体。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展现你自己的独立自信，就不要把这些美国的罗森伯格这一类的人物当作一个人物一样来对待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赖清德要多买一点美国的一些原油跟买一些这个天然气那当然是对美国展现好感。不过我们在前2年对美国的贸易入超那是700多亿美金，这个不是你跟美国多买一点天然气跟原油就可以解决的。那这只是怎么样有一点点杯水车薪，而且我们买美国原油本来就买很多了，那所以这个你要让川普那个目标棒子不打到台湾
我看看这些原油跟这些天然气是不够的。好，我们请教杨老师。罗森伯格突然被网页宣告为前主席，我觉得这个讯息不寻常，而且你要看一些其他的征兆。我们台湾的媒体跟现在赖清德政府，一定要了解，川普对台政策逐渐，但是很明确的在转变中。你可以把罗森伯格的下台是因为他不喜欢他，然后呢还没有找到就是他中意的人来替代，但是呢你就先下来，而且用网站的方式来公告他，对，这个其实对台湾不尊重。我要去询问我们外交部事先知不知道，国安单位事先知不知道，就被媒体发现到网页上这样子改变。那如果事先知道，那后续人会是谁？如果你事先不知道，就表示他完全不尊重台湾。那这个位置其实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但是呢，它很关键，因为它在华盛顿，隔了一个河，在维吉尼亚这边的 Rosslyn， 所以他现在虽然下来，重点不是他，而是重点是川普现在对台政治到底如何。第二个，你看现在美国国务院的网站介绍美台关系你现在进去看，以前其实常常的介绍很多，因为他会讲到非官方的跟商业经济的两个层面，结果现在进去5行，这5行全部都在讲美台是非官方的关系，是基于1979年建交公报以及接下来的3个公报，美国政府认知到一个中国及台湾属于中国的部分，维持非官方关系 ，AIT 是负责对台的关系的这个相关的机构。各位，这个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这也没有告知，就是任何的媒体，这个改变是怎么回事？第三个更严重的了，这2天美国新闻其实都被别的新闻，当然关税加税都盖过去，但是美国也在看另外一个东西，川普任命一个新的叫做代理次长，国务院的代理次长，这个是国务院排名前10名的大官，他负责的就是公共外交，这个人叫做 Darren Beattie， 我们翻成 BT， 然后呢，他是什么背景？他其实17年、18年做过川普第1任的一个什么官员，他是写稿的人，杜克大学毕业的一个博士，也在杜克大学教过书。可是他很极右，而且有一点白人至上的这些会议，他有出席过。所以在18年他离开了川普政府，后来就全力的支持他。结果这2天他被任命做国务院的代理次长，美国在讨论他怎么可以放这样一个人上来做。英文的新闻只有路透社讲到他在去年2024年5月跟7月连续发文谈什么呢？谈台湾。他说，这个台湾必将属于中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不值得动用任何资源来防止。有远见的政治家认识到这一点，并应该达成交易。他7月的时候呢，他又在重复他这个观点。他说，台湾终将也不可避免的被中国吸纳，因此，我们美国要掌握这个大交易。各位，同一个时间川普还记得吗？你记不记得川普在那个同一个时间讲过，美国距离台湾9500英里，台湾两岸之间68英里。然后呢，又几乎同一个时间，去年的8月，战争学院一个教授在 Foreign Affairs 发表一个文章《台湾悖论》，说美国的安全不是决定于台湾这个岛屿。所以换言之在川普里面，我不是说全部至少比较右翼的人，包含川普，大概听到这个声音了。他对于台湾的议题在中美之间的这个对抗他要把它给这个分量要降低，不要变成将来中美对抗之间的导火线或者是战场。这个时候我们台湾如何自处？你买再多的武器、油、农产品有用吗？两岸之间应该怎么走？这个其实才是真正我们台湾人应该关注的。好，来请教将军。这个中共的这个四川舰是世界上第一艘逆中战机的这个
无人机的航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它这个现在上去的这个攻击11，攻击11是从中共的利剑的无人机衍生型，后来改良型出来，现在变成攻击11。攻击11它的作战的它最大的航程可以到，就是航程可以到达4000公里啊。换句话，它也是算远程的逆中无人攻击机。那现在上这个四川的航母，它这样来之后起降的话，它的可以讲说几个技术突破了。第一个导控技术，因为你要知道它这个无人机的航母，这个在四川舰啊，它从起飞之后，起飞模式、爬升模式到了进入航路，然后进入航路到目标区实施攻击，因为它是攻击使用，它下面有2个弹舱，2个弹舱，它弹舱的弹舱门呢，为了保持逆中，它还是锯齿状。不规则的锯齿状，这样子让这个雷达的辐射回射波、反射波降到最低。然后换句话说，它的最重要是无人机的技术进步了。攻击完毕之后还回来，汪洋大海的当中还要知道，回到它的这个四川舰的无人机的航母去落舰，是这个状况，也可以回到陆地上去落舰，看它要选择哪一个模式。所以它这个整个的飞航的飞控电脑的运算的模式，跟它的电脑的运算的能力增加了、强化了。那这样子的话，它在执行任务，还有在攻击的时候，是不是有启动电战模式？如果其他的飞机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空中的要对它实施攻击，有飞弹、有舰对空的飞弹或地对空的飞弹，要对它实施拦截，它还能够有电战模式做干扰，把这些舰对空的飞弹或地对空飞弹把它干扰掉。这干扰模式要出来了，攻击模式出来了。返航模式出来的落舰模式跟落地的模式也蛮复杂的，它还要经过这个航路上的校正。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我们讲到了它的这个导引炸弹的模式，因为它实施这个任务的时候完全是没有人，它所放出的这些攻击的这些炸弹，这个空对地或空对舰的炸弹完全是卫星导引。那卫星导引或者上面有加装的这个惯性导航，对着目标区就过去了。不管是目标区或者是目标物，它都经过这一方面电脑的这方面的选择之后定点攻击目标，然后返航。所以这我们这样讲好像很容易，其实蛮复杂的。那他要把这些所有遇到的这些相关的空中还有任务执行的相关的变数，统统输进去。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要怎么样？电脑怎么样去处置？因为没有人在飞机上帮你做处置，电脑在做处置。所以在这一方面，它的电脑的算力增强了，惯性导航的能力也增加了，还有卫星导控的技术也要强化了，你这样才能够做精准的攻击，完毕之后还能够精准的降落，不然你就泡汤了。那我们就要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这个菲律宾的 FA-5洞跟美国的 B-2 轰炸机在那做编队啊，这一个来看啊，这个菲律宾在空军它是最弱的，它这个只是宣传的意义比较大，因为 FA-5洞算是第3代战机，比我们的 F-16还不如。像韩国买的最大的速度只有 1.5 马赫，还不如我们已经汰除的 F-51 战斗机。我们 F-51 战斗还可以到1.6倍音速所以在这菲律宾在这方面，它空军是最弱，它拿空军来做展示，表示说文宣的意义比较大于军事上的意义。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